加班猝死重生，成为一个小学生能有什么坏心思？他不过想让老爸当首富。儿子，你才上小学，怎么会炒股？儿子，快起来，该上学了。房门被人推开，紧接着房间灯亮起。老爸，你还活着？嘿，臭小子怎么说话呢？大清早就咒老子死呢。他发现自己在记忆中的那个家里，小学时候背的书包正放在桌子上。我怎么变小了？臭小子，你一个1年级的小朋友，你指望有多大？我操！重生，自己重生了，从一个奔3的青年，回到了6岁1年级这天，不是做梦，是重生。强忍着心头的震惊，爸，饭店是不是要关门了？你好好上学就是了，大人的事情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反正老子不会缺你学费就是了。不对啊，我从来没跟你说过饭店的事情，你听谁说饭店要关门的事情？2年前，老乔下岗和几个工友合伙开了一家饭店，刚开始生意不错，但几个合伙人胡乱经营，导致生意一落千丈。最后几人散伙，饭店欠下的账务也稀里糊涂到了老乔头上。而也是从这天开始，乔小磊家的情况一落千丈，背负债务又要照顾孩子，不得不在外面当苦工，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导致老乔积累了一身的病。在把乔小磊送上大学之后，老乔就一病不起，最终凄凉的死在医院。而现在重生归来，正是饭店散伙的时候。爸，我是听隔壁高大爷说的，他们是不是把饭店的债务甩给你？哎，这怎么能叫甩呢？大家都不容易。你王婶生病了，现在就缺治疗费，还有你张伯家的大儿子现在也上高中了，花钱的地为方多，他们现在都很困难，反正也就欠了1万2，我咬咬牙就能还了。现在人均工资不过600块钱，1万2绝对是巨款。爸，这钱你不能一个人还。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从小就告诉你，男子汉大丈夫，和人相处最重要的就是义气。快点把衣服穿好，要不然迟到了。乔小磊无奈，在老爸眼里，他只是一个6岁刚刚上学的小屁孩，自然不会听他的。很快，乔小磊露出了坏笑，在心里出现。终于熬到下午，放学离校。爸，我肚子饿。现在回家，我给你做饭。我想在外面吃。在外面吃？行，我带你去吃碗粉。我想吃羊肉粉。老乔有些奇怪，乔小磊以前不是不喜欢吃羊肉的吗？吃完粉，乔小磊又嚷嚷着要买书，老乔也没多想，又带着乔小磊去新华书店。但就在半道上，乔小磊突然指着一家棋牌室：“爸，你看那个人是不是王姨？”你看错了吧？王姨在医院住院呢，得了重病，正凑手术费呢。真的是王姨！王姨，王姨！侧头看去，果然看见王志勇的老婆王翠花。你的牌打得太好了！的样子，哪有半点重病的样子？王翠花抬起头一看，顿时吓了一跳，低着头就往棋牌室里面钻了进去。看到这一幕，老乔也明白自己被骗了。老爸，你不是说王姨要做手术了吗？你还帮他们四处借钱呢，怎么看到我们反而跑了？爸，你不是说遇到好朋友要有礼貌，要打招呼吗？为什么不去打招呼啊？不是什么人都要当成好朋友的，至少你张伯还是很好的。这张伯自然指的是另一位合作伙伴张富光。爸爸，我们去张伯家楼下买2个肉包子吧，我想吃他们家的肉包子。吃，刚才那么大一碗粉还没把你吃饱。到底是自家儿子，当下自行车拐个弯，绕路去买肉包。爸，我们都来了，要不买2个肉包去看看张伯伯吧？这好吧。于是父子俩提着10来个肉包，朝着张富光家走去。刚到楼下，就见一辆3轮车停在单元门口，2个搬运工正搬着一个大冰箱。不过这2人搬这么个大家伙，不一会就吭哧喘粗气了。老乔同志是个热心肠，第一时间毛子上前帮忙。谢谢啊，谢谢啊。没事，顺手搭把手的事情。你们要送楼上吗？我帮你们。那可真是太谢谢您了。刚上2楼，一道尖酸刻薄的声音传来：“哎，小心点，小心点！要是磕了碰了，你们赔得起吗？磨蹭什么呢？快点呀！”你别光说行吗？你们这楼道这么窄，本来就不好使劲，要是家里有人，能叫来帮忙吗？帮忙？我买的时候，你们老板可是告诉我包上门安装，要我们帮忙得扣钱。对，您歇着，我们自己来就成，你别挡道。这还差不多，你们快点，
我待会还要去商场买衣服，别耽误我时间。老乔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更让他难看的是，张富光的声音从屋里传了出来。哎呀，你们抬冰箱的怎么这么磨叽，一个个跟没吃饭一样，就你们这样还当什么搬运工？要像我徒弟那样，那力气才较大，人家一个人就能扛着冰箱。但说着说着，张富光突然卡壳，因为他看到了乔小磊。张伯伯，你吃包子吗？此时老乔的脑袋也从冰箱后面露了出来。张伯，我还第一次见过大冰箱呢，这个可以做冰棍吗？我可以来你们家吃冰棍吗？当然可以。不划算呀，这大冰箱听说可不便宜，得好几千块钱呢，那得买多少冰棍呀？张富光一家子僵在当场，支支吾吾说不出话。老乔脑瓜子有点嗡嗡。玩呢！天，张富光还说他家念高中的小子学校要交钱，拿不出钱就退学。爸，你这次来不是来商量把饭店的债务均分的吗？老乔一愣，但想到自己把债务全揽过来，结果真诚相待的人都把自己盯上。好了，我说你怎么这么好心，来我这里送包子，原来是为这个？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告诉你，白纸黑字写了，饭店的债务都是你一个人承担，这钱我绝对不可能出。老乔瞪大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原本的好师傅被揭穿谎言之后，不仅没有解释，反而当场翻脸。以前你刚到厂里，忘了是谁带你了吗？现在竟然为了几个臭钱，连师傅都不认了，这么做和白眼狼有什么区别？师傅，乔小磊他爷爷死得早，我一直把你当亲人看待，你这又是何必呢？我寻思着我家娃正长身体，天热了菜容易坏，买个冰箱你就不依不饶，一路跟踪过来，现在还要我摊钱？我娃子也要长身体呀，债务肯定是要摊的，我借你的钱就不用还了。你做梦，前几天白纸黑字写的，饭店的债务都由你承担，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认。我是写了字据，但那是你们骗我，我才签的。什么骗不骗？你自己傻了吧唧怪谁？反正字你签了，那欠款就跟我没关系。老乔到底年轻，三言两语便说不出话。爸，我记得这个饭店法人写的张伯伯吧？老乔点点头。那老爸，你欠张伯伯钱吗？写过欠条吗？老乔摇头，他不欠钱。那可太好办了，法人说白了就是公司的主要法律负责人。饭店现在关门了，但饭店的欠款和债务责任都在法人身上。从法律意义上，所有钱都是张伯伯欠的。什么？你胡说？是不是胡说？张伯伯，你找个律师问问就行了呀。可是老乔签了字的，写了保证书的，保证书上白纸黑字写了的，他承担饭店的欠款。保证书又不是欠条，我爸也没欠你钱，债务自然不能转移。就算是告到法院，这钱也是法人该赔的啊。什么？三言两语，张富光直接被吓得一屁股坐地上。爸，走吧。本来你还打算平摊，不过看样子张伯伯不想平摊，那咱们也没必要抢着还钱。可是他们还会来找你的，现在不走，难道你真打算给他们当冤大头？说的没错，走儿子，咱们回家。回到家后，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就是关于什么法人、债务之类的东西。我们语文老师上课的时候说起过。小学老师还教这个，而且这么教1年级的小学生。爸，你接下来什么打算？放心吧，虽然饭店关门了，但你老子有手有脚，肯定不会饿着你。你打算去扛大包？扛大包怎么了？你小子是不是看不起劳动人民？当然没有，我只是想，你累倒了我怎么办？而且老师说，出卖体力不如想一想出卖脑力。出卖脑力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还没开口，敲门声却突然响起，多半是你张伯和王叔来了，待会你别乱说话。房门打开，不出所料，来的正是张王两家。老乔啊，这是你嫂子从娘家带回来的土鸡蛋，比城里买的饲料鸡蛋好多了，给小林补补。老乔，这是我今天在菜市场买的鳖，这玩意儿拿来炖汤，大不得。小磊啊，听说王和正在学校欺负你，是不是？你放心，婶子已经帮你出气了。他以后要是再欺负你，你跟婶子说。老乔啊，翠花之前确实住院了，只是当时是医生夸大了病情，后来挂了专家号，又复诊才发现，也不是必须做手术，但病肯定是病了。对呀，老乔，要不是我的病，这饭店的账指定不能让你一个人还。要不这样，
你帮我们还一下，等我病好了连本带利还你。夫妻俩一唱一和。事情闹到这份上了，我也不好意思瞒着了。主要是张伟才这个混小子闹出这么大的误会出来。叔，反正我不是读书那块料，早就不想读了。这几年我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伟才这个瘪犊子也靠不住，所以这饭店的法人，要不还是你来当吧。你放心，钱就当是我欠你的，加上之前你给的2500，我都算上。等将来我连本带利都还给你。张哥，老王，你们有难处我明白，但我也有我的难处。我今天回来想了很多，将来小磊长大了也要念中学、上大学、结婚生子，我也可能会生病啊，所以这钱不能我一个人还。张王两家眼看老乔竟然不吃自己那一套，当下改用 B 计划。哎呦，我好可怜啊！当年我们对你那么好，怎么就有这样的白眼狼啊？小巧我们这命可真苦，活不下去了。张王两家的媳妇当场撒泼打滚。老乔是个直男，哪应付得了这架势？乔小磊悄悄摸出了一个特辣辣椒，咬咬牙，一口吃了下去。鼻涕眼泪都哗哗往外冒。杀人了！杀人了！乔小磊的哭声刚响起没多久，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来。王志勇，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张副官，你们是不是欺负孩子了？你们两家在这里干什么？怎么把人乔娃子欺负哭了？救命啊！他们要逼死我爸爸！真的，我们哪有？别听小孩子瞎说。我们和老乔的交情怎么可能会逼死人？他一个小孩子懂什么？你们本来就是要逼死我爸爸！你们开饭店关门，欠的钱全部要我爸爸一个人还。我们不是要你爸爸一个人还，我们是借，我们借钱。你们刚才不是这么说的，你们比我们有钱多了。张伯伯家今天还买了大冰箱，王婶今天还有钱打麻将，为什么找我爸借钱？我爸这2天都去扛大包还债了，我这几天都是吃糠咽菜，你们还要借钱？这不是要逼死我爸爸是什么？我们没有。本来饭店老板就是张伯伯，我爸爸要和你们平摊还债，你们还不满足？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问问。我爸爸不答应，你们就上门来闹。今天早上还让王和正在学校打我。二大爷、张婶，我好可怜啊！从小没有妈妈，还要被人欺负。我爸爸刚才还跟我说，今天夜里带我去河里，说是能见到妈妈。爸爸说的是不是真的啊？什么？在河里能见什么妈妈？那岂不是要跳河自杀？太过分了！张富光、王志勇，你们2个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把人逼到要跳河这份上，你们2家可真有本事，可真是好本事啊！我寻思着，老乔往日对你们2家也不错吧，家里有点肉都不忘记你们，你们竟然还做这事！你们之前那个饭店我知道，老乔每天忙上忙下，你们却嗑瓜子喝茶。现在饭店关门还好意思要他还账？你们这么做就不怕天打雷劈遭报应吗？哪有那么夸张？爸，你还要帮他们说话？你刚才还说让我不要怪他们，是你自己没本事，你怎么这么好心啊？老乔，你放心，这是我们帮你。对，你别怕，咱们都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今天怎么这也不能让他们得逞。太过分了，太可恶了！还有王法，还有法律吗？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面对这架势，张富光和王志宇对视一，没那事，绝对没那事。我们这次来就是想说，那钱我们必须要还，绝对不能让老乔一个人还。不错，我们怎么可能会逼死老乔呢？这钱我们肯定不能不还的。你们真的还？真的，当然是真的。其实我们就是打算说这个的。你这孩子太激动了，我们还没开口呢，你就又哭又闹了。既然你们要还钱，那现在给钱。这大晚上的，问问。哇，我就知道你们是骗人的，一定是打算等他们走了，你们又来逼我爸爸。没有，绝对没有。那还钱，现在。老乔看着桌上那堆钱，沉默着。一开始老乔还觉得他们是真拿不出来，没想到这2家一个比一个懂得卖惨的家庭都比他有钱。本来我以为我已经够看清人心了，现在我才发现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爸，现在有钱了，咱们明天吃点好的吧，我想吃红烧肉。想什么呢？虽然欠的钱都拿到了，
但还欠3000块钱呢，要吃肉，得等还完账再。爸，我记得饭店欠的12000，不是说好了慢慢还吗？之前是实在拿不出，现在有钱了还欠人家的，像什么话？哪怕是自己吃不上饭，也得先把账还了，要不然能睡安稳吗？爸，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把这些钱还了，还欠3000，我打算看看有没有招工的。我发现台冰箱什么也挺好，工资不低。那你打算多久把钱还了？我今天问过一嘴，他们扛冰箱的，大件搬运一趟还有2块钱，下班我还能去找点杂活，1个月800应该还是能挣到，4个月我就能把钱还清了。4个月还清？那还清之后呢？你打算干什么？这个……爸，你辛辛苦苦4个月才能把钱还清，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拿手里的钱去做点什么，用2个月就能把钱还清了呢？什么？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电视上、报纸上不都有这样的事情吗？你小子，我说怎么这么能说会道了？原来是电视看多了。那电视上、报纸上的能是真的吗？就算是真的，你知不知道还有更多的人没有被报道出来？确实，老爸这话说的很有道理，但是自己可是重生者。爸，不如你还是开店吧。开店？对，开店。之前的店关门了，现在还没租出去，你和房东熟，再租回来呗。本来欠人家房租，现在再租，我都没那个脸。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以爸你的人品，他肯定会再租给你。我租过来干什么？就继续开饭店。开饭店哪有那么容易？而且我们之前的口碑都烂了，再开饭店也没人愿意来吃的。爸，以前是因为张伯和王叔两家勾心斗角，乱涨价乱宰人，连有问题的食材都往桌上送，你难道就不想要争口气，把饭店盘活回来？可是饭店没那么好弄啊。就是难弄才要弄啊！难道你希望以前吃饭的时刻碰到你就骂你是那个没良心的饭店老板？我们应该改变这种局面，至少给以前的食客赔个不是。老乔沉默了。次日一早，把乔小磊送到学校门口后，老乔便骑上自行车离开，直奔歇业的饭店去。不出预料，饭店大门紧闭，门口贴着招租广告。老乔啊，你最近去干什么了？你们那个饭店还真可惜啊，当初生意那么好，就怪那个姓张的和姓王的净瞎搞。要我说，你还不如自己弄算了。之前我去你们店吃饭，你不在我都不敢去。他也没和人说自己的计划，只是找到了房东。房东是一个退休老教师，子女都在市里。老乔见到的时候，对方正收拾东西。建军来了啊，坐。你要是来晚一点，我就去市里了。现在儿子在市里买了房子，天天催让我过去跟他们多住。聊了几句，老乔终于说明来意。你打算续租？对，高叔，我想重新把饭店给开起来。老乔怀里拿出4000块钱，这钱还不够赔之前欠您的，但目前我暂时就能拿这么多出来，想要重新续租您的铺子。这个，高叔，我知道之前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就又要续租不合适，但现在我实在是拿不出那么多钱出来。您放心，等有钱了，我第一时间就会把账结了。其实这房子闲着也是闲着，能够租出去，我当然高兴。只是你这次还是3家合伙吗？我一个人开。那没事了，这房子你拿去用，租金我给你减1000。另外那2个都不是什么干事的人，你跟着他们，迟早亏得什么都没有。现在好了，你一个人出来单干，那肯定能成。高老您，房租的事情就欠一欠，你重新开业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没钱怎么行？你这小子，我一直看好，你是个好人，还讲信誉，而且你也别有啥负担。一来我一个老头子又不缺钱，二来我也为了省事。对了，我马上要去市里的儿子那了，这后院的房子你可以带着你家那小猴子搬进来住，省得你家里店里两头跑。晚上，当乔小磊回到家，得知了老乔签了新的租房合同后，又接连拿下了肉铺、菜摊和几个员工之后，这也让乔小磊不得不思考，对于自己的老爸养成计划
是不是要稍稍做一点调整？爸，饭店开张的事情，要不咱们缓缓？缓缓。之前老爸你的计划是没钱的玩法，但现在既然有钱了，咱们不如换个玩法。换什么玩法？把铺面重新装修一下，高爷爷退回来的4000块钱，简单装修也够了。装修没必要啊，饭店不就是吃饭的地方吗？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干什么？在他朴素的概念里，饭店就是给人吃饭的地方，装修就是浪费钱。爸，你觉得以前去你们饭店吃饭的是为什么？我们的饭菜好吃，但却见自己儿子一脸鄙夷。那是我们的位置不错，我们店的环境好，我们的菜干净，大家习惯在我们那吃饭了。接连回答了几个问题，乔小磊的目光却没有任何变化。我们老师说过，做销售的，你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你的卖点是什么。卖点？所谓卖点，就是你自己的优势。说白了，就是别人凭什么买你的产品，凭什么选择你。老爸，你想想，以前饭店刚开的时候，味道也一般，可就算是这样，为什么回头客依旧那么多？之后饭店出了那么多事，但只要老爸你在店里，也不至于每天都挂零。你想想，想清楚了，就明白你的卖点是什么了。老乔则始终在思考。我知道了。哦，老爸，你知道你的卖点是什么了？说来听听。就见老乔哈哈大笑。我这个人最大的卖点是有福气。求问1年级的小学生打自家老爹，犯法吗？老爸，你最大的优势是服务和口碑。服务和口碑，说的没错，只要老乔在，就能够保证服务，慢慢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口碑，这就是老乔的卖点。既然没有办法在口味上取胜，那就走别的路线，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但装修是不是成本太高了？而且即使装修，我们也比不上那些大饭店。没说和那些高档餐厅比呀，我们要做的只是比路边的苍蝇馆子更好，环境更舒服，让人吃得更放心而已。就凭装修？当然不是，装修只是增加客单价和舒心度。那接下来怎么搞？等等，我拿笔记下来。装修不会太麻烦，最多半个月就能搞定。这半个月里，让我们卖点再次扩大，服务员全员培训。培训？没错，味道上面目前我们完不了，那就主打服务。服务员是直面食客的，他们的表现决定了食客对饭馆的感官。接下来，乔小磊给老乔支了不少招。好了，我说的这些，你仔细想想，明天你把装修的事情敲下来，就可以开始员工培训了。你是谁？啥？你怎么懂这么多？刚才说的太嗨，都忘了伪装一下。老爸也必然能够察觉到自己这2天的不同寻常之处。爸，你真想知道？老乔点头。其实这个秘密我不应该说的，但老爸既然问了，那我就告诉你好了。其实我是重生者。老乔一脸茫然。或者说我是神仙下凡，知道前后5000年的历史。所以老爸，以后你听我的，我说东你就往东，我指西你就往西，到时候包你一路成为世界首富，飞向外太空。老乔脸上的肌肉都开始颤抖了。老爸，这秘密可不能泄露，明白吗？要不是你是我爸，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么大的秘密。这么说，我是不是得把你供起来？其实也不用，等老爸你赚钱了，给我配台电脑，一天给个几百块钱零花钱就行了。那你还有什么要求吗？老爸，还是你上道，不如顺便帮我解决一下作业问题。你跟我老师说一声，就说以后我都不用写作业了，毕竟挺耽误事的。对了，熬夜我看电视，你不能说我可不是在看电视，是在发现商机。还好呢，暂时就这么多吧，其他的等以后。爸，你要干什么？你拿藤条做什么？站住，别动！哎呦，你敢打神仙？老乔，我告诉你，你完了，你完蛋了！哎呀，别打了，别打了，杀人了！二大爷救命啊！杀人了！够了，老乔同志，我严肃通知你，你再打我，等你老了，我不养你了。爸，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在老乔轰轰烈烈忙着筹备饭店的时候，乔小磊却已经在思考，如果饭店亏了，自己要怎么给老爸找条后路。而乔小磊思考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赚钱，但一个零花钱以毛为单位的小学生，
想要赚钱，谈何容易？教室门锁坏了，又要5毛。这几天，乔小磊分别以教室玻璃坏和灯泡坏的要摊钱，以及老师生病了要摊钱买果仁，要了不少钱。老乔都感觉有点不对劲了，但是太忙了，也就不管那么多了。告别老爸，乔小磊直奔第2中学而去。看了看左右，确定没有熟人，乔小磊钻进了一家路边的游戏厅。老板看到个小屁孩进来，却掏出一把整整齐齐的毛票，足足有4块钱。老板呆了几秒，我要上网。你会开机吗？看不起谁呢？乔小磊丢了个白眼。去3号机，1个小时后我喊你，别搞坏了啊！乔小磊找到自己的3号机，不多时，浏览器进入了一个名为9天音乐论坛的网站。简单的扫了一圈，确定了一个邮箱之后，乔小磊开始忙活自己的事情。不抄点歌，你好意思说自己是重手？好在前世作为游戏制作人，或多或少的都要和音乐打交道。不多时，一份电子档的曲谱歌词完成，点开邮箱，随后直接投稿给滚石唱片。而且指定的歌手是如今刚刚凭借一首《心语心愿》火遍大江南北超级歌手莫文蔚。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回信。左右无事，乔小磊又论坛逛了起来。他遇到了一个 ID 名叫不良人的人，这人在音乐方面显然有很不错的造诣，还加了 QQ。接下来等了3天，又去了一趟网吧。不过让他失望的是，邮箱里面依旧了无音讯。乔小磊有点郁闷了。正好不良人找他聊天，乔小磊说起了这事。唱片公司都有自己指定的合作人的，词曲包括编曲都有专门的人写，就连周天王当年没火的时候都被拒了不少次，何况他还是有唱片公司帮忙的，更别说普通人。而且你投稿莫文蔚，我敢打赌他的邮箱现在一定塞满了稿子，很难看到你的稿子。看着这番话，乔小磊陷入了沉思。怎么受伤了？我这首歌惊天地泣鬼神，莫姐姐没看到，我敢说肯定是她的损失，将来一定后悔死了。我第一次写歌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不会说话就别说，今天是一个注定要让无数人叹息的日子。其实如果你不甘心的话，可以把你的歌发来我看看，我正好在筹新歌，当然前提是你的歌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好，毕竟我还是蛮挑剔的。想了想，乔小磊还是把那份无人问津的邮件又转发给了不良人，纯粹是不甘心。宝岛某间公寓，这家伙怎么跟个小孩子一样？写的歌是什么样子的？点开邮件，就见里面摆着一个完全不加密的文档，只是一眼，男人便僵在原地。一会后，眼神之中满是震惊，匆匆忙忙地走到钢琴旁边，双手放在琴键上，他跟随旋律弹奏轻哼，感受着无比惊喜的旋律。1遍、2遍、3遍，足足弹奏了10遍。男人猛地站起来，找到那个号码，男人第一时间拨通了出去。盛哥，我找到专辑的主打歌了，是我认识的一个网友写的，我打算请他授权给我唱。3天后，又是一个周末。你小子作业做完了没有？没做完就去做作业，别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爸，再考虑考虑呗，买台电脑吧。一台电脑好几千块钱，我开饭店的，买电脑干什么？科学化管理和数字化进销存，我们老师说了，这是未来大趋势。滚滚滚！我就一个小饭店，总共也就这么几个人，还科学化管理？你们老师怎么回事？等我有空了，去跟他好好说道说道。写歌这条路走不通，思来想去，乔小磊觉得发家致富的道路还得从游戏制作的老本行来。但问题是没有电脑，去黑网吧很多操作确实不方便，更何况1个小时4块钱，这价钱是一个6岁小学生不可承受的痛。咦，乔小磊，你怎么在这里？回头看去，就见一个扎着双马尾的丫头，
小云姐姐，乔小磊满血复活。原来这家饭店是你爸爸开的呀！我家就在最里面那个院子，以后我可以经常来找你玩了。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里面那个院子是有钱人家，真白富美啊！乔小磊，你上次给我讲的那个一起来看雷这一语，能再接着讲讲吗？楚雨荨最后和谁在一起啊？我更喜欢的还是端木嘞，但慕容云海也不错。你怎么懂这么多啊？你好厉害呀！小云姐姐，你们家有电脑吗？当然有啦，但是那是我哥买的，他不准我碰。你这么可爱，你哥哥竟然不给你碰，简直就是大坏蛋！没错，我哥哥就是大坏蛋，他不光不准我碰电脑，还不准我进他房间。小云姐姐，不如我们去你家玩吧。你上次说你家里还有一张玩具总动员的光碟。石洁云完全没有拒绝，拉着乔小磊就朝自己家走去。石洁云的妈妈在家，对于乔小磊这位小客人非常欢迎，让乔小磊别客气，放他来玩。乔小磊当然不会客气，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一个中学生正坐在电脑面前聚精会神地打传奇。大舅哥打游戏呢！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石青松差点跳起来。你谁呀？你这等级也太低了吧！嘿，我都36级，全班最高等级，你敢说我等级低？这等级也就能在你们班炫耀炫耀，36级了，还在这里刷避水守卫，让开，我帮你看看装备。石青松下意识地让开位置，但随即感觉不对劲。10分钟后，乔小磊翘着二郎腿靠坐在电脑面前，身后的石青松正给他捏着肩膀。差不多暂时就这些了，剩下的等你40级后我再教你。够了够了，说再多我怕我忘了。磊哥你辛苦了，磊哥你要不要上你的账号玩一玩？我看你玩游戏。没必要，我现在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我现在都玩个人服，谁还玩这个又破又旧的官服？个人服是什么？就是自己一个服务器，可以调整爆率，无限商城道具，想要什么装备直接输代码就行了。有这么厉害的东西？当然，我个人服里屠龙宝刀都丢了好几把了，多了也没意思啊。屠龙刀我连见都没见过，只是听说过。磊哥你也太牛了，能不能多说一手你玩的那个个人服啊？我感觉好牛皮呀！你想玩？当然想玩，一个人在游戏里面没人抢怪，想想就爽。一般人想玩有点难，不过你要是想玩的话，倒也不是没有办法，毕竟你也叫我一声磊哥嘛。真的吗？我也可以玩吗？可以是可以，不过需要时间和电脑。时间没问题，我不着急，只要能玩就行了。我这台电脑，磊哥你随便用。乔小磊笑了，要的就是这句话。传奇前段时间源代码泄露，如今已经有传奇私服露头了。以乔小磊多年游戏制作经验来说，搞一个单机离线版的传奇非常简单。对了，我的投稿有消息了没有？登录邮箱，不出意外的，依旧了无音讯。显然，这一切都被不良人说中了。一个毫无门路的新人，想要凭借作词作曲就一炮而红，这是天方夜谭。不过，在乔小磊准备离开的时候，石青松期待地问：“磊哥，我能加你企鹅号吗？”好吧，登录企鹅账号。瞬间，消息提示疯狂闪烁起来。好家伙，这不良人从3天前就一直给我不停发消息。在吗？爸爸在吗？看到回消息。爸爸，你啥时候才上线啊？我有急事找你。大神，你到底什么时候上线啊？快上线，快回我消息，求求你快点上线吧。几乎是隔几分钟就来一条密密麻麻的消息，看得人眼晕。疯了！不良人瞬间秒回：爸爸，兄弟，大神。你终于上线了，有事？那首歌，你发给我的那首歌《追光者》，能不能卖我？我要发新歌，这首歌给我当主打歌。你认真的？当然是认真的。你开价，这首歌我一定要拿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前一直觉得你的歌可能也就是一般水平，但我看了曲谱和歌词才发现，这首歌简直神了。我敢说，这首歌绝对能够当主打歌，而且一定能够火。你当初说的对，莫姐姐错过了这首歌，一定会后悔。不瞒你说，我从乐队解散后就一直想出独立专辑，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主打歌。这首歌正是我非常需要的，卖我吧，怎么合作你尽管开口，买断也可以，价钱只要不是太高都没问题。这首歌我想用收益分成的模式合作，但我想要先听听你唱的怎么样。你要分成？怎么了？有问题？当然没问题。如果你要分成的话，唱片公司会很乐意，但你要想清楚，分成赚的可能最后还没有买断赚得多。所以我要你唱一遍发来我听听，我得确定你能不能把这首歌唱火。好吧，那我现在去录歌，
接下来的时间，乔小磊又和石青松聊了一会儿。差不多1个多小时后，对面的不良人上线了。清唱的歌曲已经录制完成，发你邮箱了，你听听看。乔小磊登上自己邮箱，里面摆着一个加密的音频文件，解密后点开试听。别的不说，这钢琴弹的还是很好的。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这首歌叫什么望夜名字？空。真好听。乔小磊没搭理他，依旧竖起耳朵认真听着。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倾落。磊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要学会了，到时候学校元旦晚会唱出来，那可太拉风了。这个唱歌的是谁啊？这声音可真好听，听上去有点像是无印良品里面那个歌手唱的。乔小磊顿时一怔，不良人竟然是他！正好不良人发来消息，询问怎么样。唱得很不错，你叫什么名字？光里昂。果然，真的是他。姓光的，我通知你一件事。其实那个，我姓王。别管那些小细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要火了。新专辑再等等。我再给你一首歌。我操！最终，乔小磊给了光里昂2首歌，一首是最初的《追光者》，而第2首则是为 Fin 做的《第一次》，这将成为他个人出道的首张专辑中的2大主打歌。2首歌都是选择的分成模式，为单曲50%收益。不过乔小磊把第2首歌的收益分出来40%给到光里，毕竟这首《第一次》是光里昂的原创，即使没有乔小磊，他自己也能在不久的将来创作出来。词曲版权还是在乔小磊手上。除此之外，滚石那边会支付1000，虽然不多，但是能提供一笔启动资金就足够了。而在乔小磊等待合同邮寄的时候，老乔同志的饭店也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即将正式开业。儿子，咱们饭店明天就要开业了，到时候一定能博个满堂彩。这么快？乔小磊惊讶。这几天他主要忙歌曲签约和帮石青松弄单机版传奇，对于饭店的事还真没有过多在意。嘿，也不看看你爸是什么人，只要认准了方向，立马就往前冲。用书上的说法，你爸爸我就是行动派，说行动就行动，一点都不拖泥带水。乔小磊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老爸，明天开业了，宣传做的怎么样了？宣传？什么宣传？你没提前宣传一下饭店开业的事？这个呀，当然宣传过了，附近几个店老板都知道了，菜市场不少人也知道咱们要开业了。发传单呢？你传单都没发过吗？没有啊，浪费那个钱干什么？印宣传单随随便便就要几百块钱。那我之前说让你去出租车公司买个 LED 的广告宣传位置，你去谈了吗？那玩意太贵了，张嘴就是至少500块，我寻思也没啥用。乔小磊哑口无言，叹气。老爸干得漂亮。次日周五早上9点18分，伴随着一个开门大炮仗，美食美客饭店正式开业。老乔同样激动不已的等待，但这样的激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便消失了。咋没人来啊？今天是开业，怎么都没人？是不是太早了？也不对呀，我看别家开业生意都很红火的，怎么到咱们这里就没人了？那我们这些食材还要准备吗？饭店服务员们交头接耳，议论不止，就连厨师都显得跑出来。好在，随着午饭时间到来，饭店终于迎来了第一波客人。这是之前老乔认识的老食客。咦，老板，你们这家饭店是新来的吗？以前怎么没见过？老板，你们这店开业怎么之前都没听说过啊？连传单都没见过。老板，开业有什么活动吗？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老乔人都傻了。宣传没有，至于开业活动那是啥？后知后觉的老乔同志总算明白，为什么儿子昨天晚上的表情
那么可怪了。老爸干得漂亮！虽然食客们吃完饭之后，对于这家新开饭店的口味和服务都赞不绝口，但上座率太低了。对比起别人家饭店开业，自己饭店的开业情况，简直可以用凉来形容。哟，乔建军，这都当老板了，怎么还愁眉苦脸的？不是别人，正是张王两人。老乔皱了皱眉，没搭理。张哥，这你就不懂了。要是生意不好，那这个时候铁定笑嘻嘻的，这愁眉苦脸的，肯定是底裤都亏了。这里面才做了几桌啊，这么多服务员，还搞装修了，这本钱都赚不回来吧？赞赞，老板可不是这么好做的。有些人啊，总以为自己翅膀硬了不起了，实际上自己几斤几两都不清楚。可不是吗？还有句话叫做天道好轮回，不仁不义的东西遭报应可太正常了。小王啊，你说这饭店什么时候关门？这可不好说，怎么着也得把房子赔了才行。关门关早了，那不就亏少了吗？两人一唱一和，一边说着风凉话。里面的服务员气得一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两人嘴巴撕烂。老乔急忙拦住，但也一阵眉头紧缩。怎么生气了？要是不喜欢我们在这儿，你来打我呀！就是瞪什么瞪？不服你出来瞪我一下试试。看出老乔生气，张王两人却更得意了，甚至有些有恃无恐，冷热讽起来。但就在这时，就见一个拿着棒棒糖的小胖墩兴冲冲地冲了过来，鼻涕口水全染在他身上，让张富光一阵膈应，连忙一脚踢了过去。哪家的死孩子，干什么呢？我今天刚换的裤子呢。小胖墩被踢了一脚，一屁股坐在地上，看了看店里，又看看站在面前的张富光，直接哇的一声哭起来。哎，你这死孩子哭什么呢？我还没叫你陪我。话还没说完，一个响亮的大笔兜便扇了过来。张富光被打得眼冒金星，脑瓜子嗡嗡的，回头看去，就见一个挂着金链子的大号胖子。你干什么打人？你打我儿子，我这个当爹的打你，合理不？他是壮硕胖子，又是一耳光扇过去。老子自己儿子，老子都舍不得打，你算特娘的哪根葱？敢动手？他先撞我。胖男人又是一个大小孩子撞你一下咋了？直接打人算什么？别打了，别打了，对不起，对不起。张富光脸都肿，连忙道歉服软，却没想到大笔又来了。老子要你要道歉了吗？你该给谁道歉？没人教过你吗？但看对方的体格，再看看不知道什么时候躲得远远的王志勇，只能憋屈的对刚才的小胖子道歉。好在道歉结束，胖男人总算没再打他了，一把把小胖子抱起来。儿子，看见没？男子汉大丈夫，别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以后长大了要像爸爸一样，以德服人，知道吗？谁欺负咱们，咱们就让他道歉。走，咱们去吃饭。说着，抱着小胖墩就往里面走去。就在这时，成群结队的小学生们正浩浩荡荡地朝着饭店冲过来，而这些小学生的家长们一个个跟在后面狂追。门外的张富光和王志勇妈了，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小学生和中学生组成的大军竟然全部都是朝着每时每刻来的。路过两人身边的时候，这些学生们甚至都没有看他们一眼，直接便冲了进去，似乎生怕去晚了。每时每刻里面的老乔此刻同样满脸懵逼。叔叔，这里饮料真的免费吗？送气球也是真的吗？气球？啥气球？饮料免费？叔叔，这里的教学版传奇是真的吗？只要吃饭就能抽奖获得资格吗？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教学版传奇又是什么？一旁一个有些面熟的中学生主动站了出来。大家别着急，我修哥说了，这个单机版传奇待会抽奖给资格，大家吃完饭拿着小票过来抽奖就行了。一张小票一次抽奖机会，可要注意了，一张小票只有一个人能抽奖。中学生们顿时激动起来，纷纷嚷嚷着赶紧点菜。轻松啊，你这是干什么呢？乔叔叔别客气，江湖义气，大恩不言谢，你赶紧招呼人吧，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是唤我。我不是想感谢你，我就想问问你是不是闹什么幺蛾子。来了来了，气球来了！凡是开业期间进店就餐的小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气球。儿子，你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还不是给你招揽生意啊！这虽然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如果开局就地狱难度，那还玩什么玩？老爸，还不快去招呼客人？服务员们要交代清楚，把之前培训的全部拿出来，别耽误了这次这么多顾客。磊哥，怎么样？我做的不错吧？干得漂亮！
不过你怎么把这么多人拉过来的？嘿嘿，今早听了磊哥你说要我拉点学校里的学生，结果想来想去，我就想到了你给我的个人服传奇。哦，你许诺他们给他们个人服传奇玩？当然不可能，我告诉他们吃完饭拿小票来抽奖，这么多人怎么可能都让他们玩上？本来我只是告诉我们班同学的，可没想到消息走漏出去了，学校里不少人都来了。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这年头的父母这么开明吗？小孩子玩游戏，他们还支持？当然没有，但我想到你之前帮我糊弄我妈的话，我告诉他们游戏有助于学习，我就改了改，告诉他们这是学习版传奇。磊哥，怎么了？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磊哥，你找什么东西吗？我只是告诉你宣传营销，没叫你虚假营销。今天我是要杀你祭天。最后，为了补救，乔小磊只能向老乔申请资金，让石青松去买了点优秀作文范本，专门为中学生准备的小礼物。老板，你们这个店好啊，我第一次见给孩子送书的。不错不错，鼓励孩子好好学习，也是我们这些当父母的想法。没事的时候多看看书。没错没错，味道好，价格不贵，而且你们这服务太好了，我家将来在外面吃饭就选你们家了。老乔笑得嘴都合不拢了。每时每刻生意持续火爆，一直忙活到晚上10点多，最后一桌才算结账走人。饭店众人总算从忙碌状态解脱了出来。打扫完卫生，老乔拿出了一堆红包，人手一个。老乔喜滋滋的拿着账本和满满一沓钱，装模作样的说道：“儿子，考你个数学题。今天咱们人均一桌消费50块钱，一共有20张桌子，你说咱们这儿坐满了有多少钱？1000块啊，这还用算吗？不愧是我儿子。那咱们早上翻台2次，就是相当于坐满了3次；晚上翻台4次，相当于7000。你小子算得还挺快。”老乔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那老爸，你算一算，饭店成本就是各种开支和人员工资，差不多在50%，加上今天饮料免费，利润还会压缩，你算算又是多少钱啊？嘿，你这臭小子，是你考我还是我考你？你该不会算不出来吧？当然不会，这么简单的题，现在算成本利润多扫兴啊！这里面可是7000多块钱，足足7000块钱，我一年都挣不到这么多的，这一天就这么多了。就算是不仔细算，咱们今天一天利润至少也有个1-2000块钱。爸，我们老师说过，做生意的一定要把格局打开。什么是格局？眼界，就是眼界。一天几千块钱你就满足了，那未来万一房价涨了10多倍，你这几千块钱够干什么？什么？房价涨10多倍？不可能吧？我昨天看新闻，专家还说房价3年内必定暴跌。爸，专家和教授的话，咱没事的时候就当个笑话算了。也是，我也觉得有点吹牛。刚生你那会，我听说专家说国家要免费分房子，结果现在越来越贵了。虽然是这个道理，但现在您有钱买房子吗？为什么您总能成功把话题带偏？其实你老爸我也知道，现在是活动期间，咱们店里面的生意好很正常，但等活动结束了，那就不一样了。生意能不能长远下去，还是要看等开业活动结束后，咱们生意能够保持在什么状态。老小磊点点头，暗自赞叹，至少老爸不会被眼前的成绩迷惑双眼。放心吧，老爸，接下来还有2天呢，这3天时间表现得好了，足够为每时每刻积累起来良好的口碑。接下来的2天，每时每刻的生意也迎来了巅峰。周末、周日2天接连爆满。当周末晚上，饭店一切收拾妥当，员工们纷纷下班之后，老乔拿着账本汇报情况。晚上回到家，儿子，看看这是啥？拆开盒子，顿时就看见里面竟然摆着的是键盘。爸，你买电脑了？你也太好了吧？不对啊，爸，这键盘怎么不标准？咦，这上面是卡带插槽。看见键盘上写着“小霸王”3个字，乔小磊有种吐血的冲动。就见老乔得意一笑：“儿子，怎么样？电脑可没这东西好，又贵又难用。老爸特意给你买的游戏机，这个可以直接打游戏，比电脑简单多了。”乔小磊在经过漫长等待之后，也终于收到了合同的回执，而光里昂还给乔小磊带来了一个消息：你说有人找我约歌，你的专辑还没发行，就有人找我约歌了。专辑没发行，但公司的人去谈发行的时候带了样本去，当时正好遇到了宇宙音乐的人，他听过之后
对你帮我写的歌很感兴趣，四处打听你的方消息，所以我就问一问，你有没有兴趣帮宇宙音乐写歌？乔小磊心中激动，想约歌当然没问题，就算对方是无名小卒，也能推上神坛，拥有未来20年曲库，就是这么自信。没过多久，新的企鹅好友申请便来了。这是一个叫做张颖杰的女人，自称是宇宙娱乐艺人负责人。对方第一句话就让乔小磊陷入沉默。你好，我很欣赏你为光里昂创作的2首歌曲，能请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吗？或许更方便沟通。饭店倒是有座机电话，但是自己一个小学生的身份，怎么和人沟通？我更喜欢用文字的方式和人沟通。这一句话让对面沉默片刻之后，果然有才华的人，性格总是独特的。你们想要约歌，我本人当然是支持的，但首先我需要知道约歌的对象是什么人。是我们公司新组建的组合，目前已经经过了大半年的专业培训，声线很好，专业方面也都很足，您尽管放心。不能说。很抱歉，目前这个组合是我们公司接下来打算拿出来的秘密武器。什么玩意儿？歌手组合还能成秘密武器？那你至少让我知道这个组合是男是女，有几个人吧。对面沉默了一下，还是给出了回答。3个女孩子，她们的声线很好，拥有高、中、低3种声线。歌手组合这玩意不算少见，但乔小磊却瞬间想到了一个组合，3个女孩的组合，而且还是囊括了高中低3种声线的组合。任何一个重生者脑海中都会瞬间想到一个名字。我有幸听过您帮助光里昂创作的《第一次》和《追光者》，这2首都是非常优秀的歌曲，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向您约一首歌，风格最好和《追光者》类似的，但我希望不要情歌，因为对他们的定位，公司暂时没有考虑情歌方面，而是可爱小女生的定位。什么时候要？他们还没有正式出道，专辑计划也刚刚拟定，所以不着急，2个月内完成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您可以尽快完成的话，当然是最好的，不过我们希望能够保证质量。没问题，我明天给你。明天就能弄好。明天能拿出来有什么问题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一下您，我们要求的是质量。这你放心好了，要是不合适不签就行。那期待您的大作。他好像不太相信我能够这么快完成，反正我又不是创作，怕什么？而张颖杰这边心里却难免有点打鼓。这人怎么说，脾气古怪，而且有点太嚣张了，竟然敢说1天时间就能准备好一首新歌，1天的时间能弄出什么神作？而这样的焦虑一直维持到次日，看着顾修发给自己的邮件时，彻底爆发了。所以你1天时间就写了这么多歌？怎么了？有问题吗？在这一行里面混的张颖杰也不是没有听说过一些天才作曲人，可能几个小时就能够完成一首歌曲的创作。而现在邮箱里面发来的足足6首新歌。乔先生，我相信昨天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精品，而且是符合我们旗下艺人的歌曲，并不是你随随便便拿出一些存稿来充数。所以你到底懂不懂音乐，专不专业？我确实不太懂音乐，但我也知道1天创作出6首歌曲，未免太过敷衍了一些。是吗？是不是敷衍？你不如找个专业的试着弹奏一下试试再说。聊完一句，张颖杰愤恨地关闭企鹅，随后他迅速叫来了公司音乐部的老员工前来。高老师，麻烦您帮我看看这6首歌，用你的专业眼光给点建议。当然没问题，张总你稍等。这位高老师是宇宙音乐的老创作人了，刚看了第1首歌，高老师就有些生气了。这也叫音乐？如果这也叫音乐的话，那简直就是侮辱了音乐这2个字，这明明就是一首垃圾口水歌。要深度没有深度，要内涵没有内涵，曲调单一简单，歌词口水十足，根本就是首垃圾歌。这么差？张总，虽然我对于公司把我的歌拒了，确实一直都有些心有不甘，但我也不至于为了这事去特意贬低别人，我还是一个有职业素养的人的。这首歌简直没办法更糟糕了。张颖杰愣了愣，最终还是点点头，拿出了第2首歌递出去。这个呢？这首歌稍微比第1首好一点了，但还是那句话，这是垃圾。但我看歌词似乎还挺有意思。但歌词有意思，依旧无法改变这首歌在专业角度上看的糟糕。曲子太过简单，
甚至简单的没有太多的技巧。我敢肯定，这样的歌曲要是我们拿来出专辑，怕是立刻就能被专业的音乐媒体笑死。这样的评价让张颖杰有些无言了，接连又把后面的4首歌都拿了出来。这首怎么说呢，也不算优秀，拿来凑下数也可以，比一般的歌曲好一点，但也没有那么出彩。这首歌也差不多，说白了就是2个字：平庸。这首不行，感觉太挑脱了，我不建议我们的歌手唱这样的歌曲。终于，很快看到最后一首歌。这首不错，曲调和歌词都很契合，我觉得拿来当主打歌算是不错的。张颖杰有些惊讶，评价竟然这么高。这首歌其实也是张颖杰看中的歌曲，虽然他看不太懂曲子，但无论是名字还是歌词，都写得挺好。再看看另外2首过了的歌，这反而让张颖杰有些困惑了，忍不住看向另外3首被淘汰的歌曲。这3首很差。第一首名字就很独特，学喵叫。我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这样的歌曲只能用垃圾这2个字来形容。张颖杰有些哑然，感觉有点不大对劲。这6首歌里面竟然有50%的过稿率，甚至其中1首还能够当主打歌来用，这就已经足够证明歌曲创作实力是不可否认的，这才是最古怪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告别了高老师之后，却找到了另外一位音乐人，结果还是一样。得出这个结果，张颖杰再次回到电脑前，把这个结果告诉乔小磊。只过了3首，恋人未满、冰箱和你还好不好这3首歌过了，而且恋人未满可以当主打歌，另外3首就没过。果然，张颖杰有些奇怪了。乔小磊对于另外3首歌被拒，似乎一点都不意外。其实另外3首也不错的，传唱度会更高，对于艺人的发展来说是有利的。你确定不考虑一下？这么说，他是明白另外3首歌的情况的，可他为什么却还是坚持让自己签下另外这3首歌呢？张颖杰不懂词曲创作，他是真的看不明白这3首歌怎么样。想了想，张颖杰做出一个决定。那行，这3首歌我也签了，就当卖一个面子给乔小磊。但谈判的时候，让人意外的事情出现了。你意思是前3首歌买断，后3首歌分成？你确定你没有搞反了？通过专业音乐人的说法，他估计后面3首歌卖都卖不出去。后面3首歌，就算我买断给你们，你也不会给我太高的价格吧？确实，本来就是给乔小磊面子，撑死了1000块钱1首。那就是了。既然你们给不上高价，那不如直接分成好了。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你说？这3首歌必须要在专辑里，你们可不能把这3首歌拿下了，就直接藏起来。说实话，他还真的有这个打算。即使是分成，这3首歌在唱片里面的占比也很低，分成并不高。或者我们换个方式，这3首歌就当我免费授权给你们女团演唱、录制唱片，唱片分红我不需要。啥？免费送？不过这首歌所有版权，包括网络、电信之类的全版权归我，并且我以后可以免费进行商业使用这3首歌曲。如果只是直接使用歌曲的话，那没问题。当然，我只是会用到贵女团演唱的歌曲录音或者 MV， 不会利用这个给你们女团去接什么代言。听到乔小磊直接说出了自己担忧的事情，张颖杰没再犹豫就答应。此时，乔小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彩信业务很快就来了，这3首网络神曲，在这个年代能给我赚多少钱呢？最终3首歌一起打包，作价32000元。写歌这玩意儿，不仅只是看质量，还要看咖位。也正是因为如此，乔小磊没有拿出那些大爆的神曲，32000块钱当天直接到账。想着卡里的余额，乔小磊心里升起了一阵。我年纪轻轻，收入就达到了32000，连吃早餐都要吃牛肉包，还要外加2瓶，哇哈哈！你敢想吗？叫你拿的东西你带了吗？都带了，学生证、身份证这些全部都带了。不过磊哥，今天难得周末，咱们不打游戏，来学校干什么？租房，然后买电脑。磊哥，你想弄一个房子专门玩游戏吗？这也太爽了吧！没有解释，带着石青松就往旁边的老工人宿舍走去。乔小磊让石青松在门卫那打听了一下，很快就找到了一间正在出租的屋子。2楼靠东的屋子，2室1厅，1个月260。乔小磊直接让石青松拿出身份证和学生证，签了一个1年的租赁合同。先是去了一趟电信局，约了个师傅待会装宽带。之后，乔小磊又带着石青松直奔电脑城而去。
一直到中午2点多才返回出租屋。刚到门口，就见电信公司的宽带师傅已经到了。只是看到这2个小子竟然搞了2台电脑的时候，这位宽带安装员有些震惊了，数次询问2人的父母哪去了。类似的问题今天已经被不少人问过了，都被乔小磊随意搪塞了过去。石青松这个小马仔不错，不过年纪还是差了点，而且接下来自己要做的事情，最好还是找一个成年人帮忙更好一点。不过去哪找这样的人？网线安装完成，送走了电信工作人员。石青松率先激动地扑到电脑面前，磊哥，2台电脑，我们可以一起玩游戏了。而另一边，乔小磊则自顾自在电脑上捣鼓了起来。不知不觉2个小时后，石青松成功击杀了一只 BOSS。看着地上满地的掉落，整个人都亢奋起来。卧槽，这是什么人？这是怎么回事？我辛辛苦苦包出来的装备，竟然被一个 NPC 捡了！我靠，这是什么 NPC？ 太欺负人，抢我的东西还杀我！磊哥，你不是有一个 GM 工具吗？能不能给我用一用啊？干什么？我遇到一个成精的 NPC， 杀了我好多次了。你打算报仇？石青松连连点头。当然不行，让你刷等级装备来杀我自己吗？磊哥，杀我那个人不是 NPC， 是你，这不是个人服吗？怎么还能够一起联机游戏？既然是个人服，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服变成好友服呢？磊哥，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和我的同学和朋友一起玩？想玩吗？当然想。你要和朋友同学一起玩，直接在官服不就行了？你为什么还要玩这个呢？那能一样吗？官服多没劲，升级速度又慢，装备和道具掉落又低，这个才真的爽。要能和朋友一起的话，那就更爽了。听到这个回答，乔小磊笑了。他的目标就是私服。前世作为游戏制作人，见过好几位在这个年代搞传奇私服大赚一笔的人。因为网络游戏才刚刚在国内火起来，相关的法律还不健全，而私服也在这种时候应运而生。不过他没有时间去搞这个，所以需要一个合作伙伴。很快，在一堆私服发布站中找到了一个名叫盛世传奇的私服。而且乔小磊前世认识这个私服的创始人，虽然为人有点刻薄，总喜欢挑人毛病，不过对方的能力确实出众。等了好几个小时，对面终于传来了好友通过的提示音。点开聊天窗口一看，对面发来了一个问号。你好，我是一名游戏制作人，想要和贵服合作。合作？什么合作？我提供更好的游戏思路，也可以对游戏进行更新优化，以此来获得贵服分红。你在开玩笑？当然没有。你算哪根葱？我的盛世传奇，你知道赚了多少钱了吗？还要你一个不知道哪冒出来的小角色建议，还分红？年轻人没事的时候少睡点觉，要不然一天只会做白日梦。搞笑。发完这个，乔小磊发现对方把自己好友删了。大家都是捡钱，我给你们送挖掘机，结果你们都不想要，还怕和我说话浪费时间。磊哥，要是这样，你还不如自己弄呢。你的个人服比他们那些所谓的私服好玩多了。违法犯纪的事情，咱不能做。这是违法的吗？但磊哥，你这个明明比官方的还好玩，怎么能算是违法的呢？乔小磊哑然，这事也没法解释。说起来，之前有个大学生，听说都硕士了，想要找磊哥你的联系方式，说是和你聊游戏。大学生和我聊游戏？我同学玩了你弄的个人服游戏，听他说正好他哥回来玩过，当时就想要见磊哥你。想要和我谈私事？什么人？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姓罗，听说还是学法律的。学法律的？对呀，我同学仗着有这个哥哥，天天吹嘘什么法律知识。不过他哥哥确实是学法律的，在京都念大学呢。好家伙，知法犯法啊！有联系方式吗？我现在就给你要来，他弟弟企鹅号在线。没过多久，一个网名叫做罗三炮的人，乔小磊刚刚申请好友，对方立马通过。大神你好，我玩过你的单机版传奇，简直太强了。你不知道，我最喜欢玩的就是传奇了。但自从玩了你的传奇之后，我发现以前玩的就是垃圾，而且你的一些设定特别牛。我最喜欢的就是你那个血图任务，太爽了。你找我就为了这个？其实还有别的事，比如大神有没有兴趣搞私服？果然是有目的。你是学法律的？对啊，但不影响不是吗？而且其实如今关于游戏私服方面的法律并不健全，认真说起来，完全可以想办法规避。大神你的游戏做得这么好，难道你就不想顺便赚点零花钱吗？你打算怎么搞？合作。你提供技术和游戏更新，我负责帮你搞定其他东西。你要多少？3期开，你提供技术，我给你打杂，我拿30%赚点零花钱。
这家伙有备而来，不简单啊！相信我，我只要30%，其实已经很良心了。毕竟我需要帮助你规避法律方面的东西。除此之外，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也会力所能及的帮你。甚至我自己也懂电脑，对于传奇私服的运作模式也很了解，我完全可以帮助你把私服发布出来。这绝对是一个对你我都有好处的合作。我相信你也不想仅仅只是因为爱好制作游戏，但却无法收获利益吧？这位罗三炮确实很有想法，但乔小磊可不是一个萌新，一直没有等到回答，罗三炮又接连发了不少消息，眼看差不多了，乔小磊才终于回：私服我会弄，至于你说的规避法律，我也会。这可没有那么简单，法律风险很高的，一旦被追究，就无论如何都跑不掉。相信我，我有办法能够让你摘得干干净净，闷声发财。如果你要自己做，那我就不敢保证不会出事了。虽然目前法律没有完善，但这要是被追究，少说3-5年牢饭。哟，这都开始吓唬我了。在境外租赁一个服务器端口，再通过服务器编码架设，能够很轻松的规避这些东西。原来懂行啊，闹了个笑话。兄弟，虽然没办法合作，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尽快上架游戏。你的那款游戏确实很有意思。这么说，不打算合作了？兄弟别逗了，你也是行家，我就不班门弄斧了。虽然我不需要你提供什么点子，但我也确实正在找一个合作伙伴。你还需要什么合作伙伴？我提供技术以及游戏策划，你负责游戏运营、维护和管理。你要我给你当 GM？ 你不愿意？我还是学生，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1成收益。才1成，我虽然还没有毕业，但即使是去当家教，也能赚到不少钱。能赚多少？一个月能赚10万吗？开什么玩笑？你不相信吗？我知道私服很赚钱，但1成就能1个月10万，你仿佛把我当成傻子了，这怎么可能呢？那换个合作模式。什么模式？合作模式不变，但分成变成工资，我每个月给你3万块钱工资。认真的？你就说你干不干吧。10多分钟的沉默，对面发来了消息：我接受你的合作，说好啊，不管你赚多少，3万块钱必须要给我。乔小磊笑了，他还不知道为了这3万块钱将会损失什么。接下来的几天，乔小磊白天上课，晚上则去自己租的房子完善私服。转眼之间，第2周周5到了。这段时间一直非常忙碌的老乔，竟然难得的出现在了学校门口。爸，店里不忙吗？当然忙了，但再忙也得关心关心你这个臭小子吧。这段时间天天放学不归家，大半夜才回来，你再这么混下去，是不是要成该溜子了？我以前回家早了，老爸，你不是告诉我没事去送女同学吗？现在回家晚了，你又要找毛病了。给我老实交代，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一天天鬼鬼祟祟的。我能干什么？不是告诉你去同学家做作业了吗？真的吗？难不成我这个1年级的小学生还能吃喝嫖赌不成？臭小子嘴上不把门，什么话都乱说。走吧，今晚我们回家，店里有人照应，咱们爷俩休息休息。今天你生日，你自己忘了，老子可没忘。也就是说，他现在算是彻底满6岁，虚岁7岁。晚饭后，老乔还拿来了一个蛋糕。你小子好好读书，少给我找点麻烦，老子就算是享福了。爸，能和我讲讲妈妈吗？你的妈妈是一个很好的人。乔小磊1岁的时候，母亲就失踪了，找了警方寻求帮助也无果。直到2年之后，隔壁县抓到了一个人贩子团伙，而其中一个人贩子交代，他们曾在这抓走过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但被迷晕后，直接就被转移走了。至于后来去哪了，人贩子也说不清。即使没死，可能也永远都回不来了。过完生日，老乔没在家过夜，而是直接去了店。而原本躺在床上假装已经睡着的乔小磊猛然睁开眼睛，悄悄走出家门，直奔自己的秘密基地而去。今天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他的传奇私服今晚正式开服了。老大，你可算来了。抱歉抱歉，今天生日，耽误了点时间。你生日快乐啊，大神。话说大神你几岁了？6岁。是不是你还要说你今年刚上小学？这你都知道了，看来我的身份你已经清楚了。我知道个鬼，我信你的邪。私服发布站和服务器那边联系的怎么样了？服务器已经准备好了，我联系了3个私服发布站，已经给我们首页置顶推荐了，现在已经开始开放下载了。现在多少下载量了？说出来吓死你，咱们的下载量现在已经有800了，之前开放下载了2个小时，现在下载量达到800，等游戏正式上线之后，下载量肯定还能继续增长。罗三炮显得很激动，联系私服发布站，把我们的宣传语更改一下。怎么了？咱们宣传语有问题吗？下载量太差，
这数据还差吗？太差！私服要的是快速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细水长流。既然要做，那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私服尽快爆起来。不久的将来，就将会有一个巨大的风口到来，这种时候自然应该尽快完成套现。好吧，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你说吧，接下来改什么宣传？国运传奇装备可回收，这是一个可以赚钱的超级传奇。啥玩意儿？装备可回收是什么？还有可以赚钱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玩游戏还能赚钱？对，我在游戏里面新增加了一个地图，可以爆出国运装备，可以在游戏内进行装备回收。什么？装备能够回收成游戏币？软妹币？你疯了？没有，我在游戏里面增加了一个叫做装备回收官的 NPC， 玩家持有国运装备，可以选择装备回收，需要填写银行卡信息，到时候你还要负责给装备回收的玩家发钱。是不是几块钱几毛钱的送啊？当然不是，每天有2个时间点开发特殊地图，其中小怪有概率掉落国运装备，而 BOSS 100%掉落国运仙品装备。普通国运装备回收价格在200块钱，仙品国运装备回收价格在800块钱。这一次罗三炮沉默，他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已经彻底崩碎了。你确定要这样搞？快点弄吧，我再打1万块钱给你作为活动资金，这笔钱你用来当做装备回收的启动资金。罗三炮无奈，再次开始砸钱宣传，一直到把乔小磊给他筹备服务器和宣传费用的钱全部花光。看着那恐怖飙升的游戏下载量，罗三炮更是忐忑不安起来。老板，下载量已经突破5000了，一个区肯定还不够。我之前不是让你弄10个区服吗？10个区服已经准备好了，但老板，你有没有想过，每新增一个区服，就意味着你那个装备回收的成本会更高。我知道。那咱们要不要少开一点区服？不行，这种服务器的宽带网络限制，虽然一个区服最多能够容纳3000人，但2000个玩家服务器就会有负荷，所以尽量控制在1500个玩家。啊，这罗三炮妈了！乔小磊也没有闲着，他开始进行游戏最后测试，包括了注册、登录、充值、游戏内体验，简简单单测试了一会，乔小磊就停下了，把测试的事情丢一边。乔小磊开始进入各个传奇论坛，他要当水军，发帖。很快，一系列的帖子在各个论坛出现。感谢国运传奇，让我实现了财富自由。这才叫真正的游戏。国运传奇改变了我对传奇的态度。一个烂赌鬼的自我救赎，国运传奇给了我新生。讲一讲我如何从一个下岗职工，在国运传奇里成为了日收入破2000，重新追回老婆的事情。不多时，一系列的充满诱惑力的软文标题在各大论坛之中活跃起来，而国运传奇的名字开始蔓延扩散。第一时间，帖子的阅读量快速激增，而其中的内容更是带来了无数关注。1年前，我是一个人渣，烂赌成性，输光了孩子的治病钱，甚至把房子都输掉了。我的父母和我老死不相往来，我的妻子带着孩子连夜回了娘家，债主天天追着我讨债，我的生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黑暗。我终于明白了赌博的危害性，可为时已晚。我输光了一切，再也没有翻身的希望。我每天需要面对高昂的债务，哪怕是我去卖血，去工地搬砖，但我依旧无法偿还债务。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款名叫《国运传奇》的游戏。那会这游戏刚刚在测试阶段，因为他们说这游戏可以赚钱，所以我去尝试了。进入游戏之后，我就被这游戏震惊了，无论是可玩性还是娱乐性都很高。但这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这游戏可以赚钱。这游戏有一个名叫藏宝阁的新地图，每天开放2个时间段，进去刷怪就能获得可以回收的国运装备。我的运气不错，第一次就出了一件国运装备。怀着尝试的心情，我去设施装备回收，结果10分钟不到，200块钱到账。大家可能不知道，当时在网吧，我看着银行卡的入账短信，当时就哭了，哭得像个傻逼。之后我开始疯了一样的，在国运传奇里面不断游玩，并且开始总结方法，甚至后来赚取到了更多的回收奖励。3个月时间，我偿还了债务，追回了妻子，给父母买了足浴盆。我打算再买一辆车。我说这么多，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千万别走错路。一旦发现走错路，也不要绝望，及时醒悟。所有帖子基本都是按照这个模板来，几乎所有看到这些帖子的人都会有2个想法：第一个，我靠，牛逼！第二个，国运传奇是什么？
大量网友被纷纷引流而来，国运传奇的下载量迎来了恐怖的暴涨。老板，不好了，我们的下载量已经突破1万了，这些人跟疯了一样，都跑来下载游戏了。玩家多不好吗？马上就要开服了，准备准备，小心服务器被崩了。罗三炮被噎了一下。终于，时间到了凌晨12点，国运传奇正式开服，玩家们死了，所有目光都直奔一条公告。尊敬的玩家你好，藏宝阁重新现世，大量夺宝一族出现，请各位勇士前往讨伐夺宝一族。温馨提示：藏宝阁将在每日凌晨及12点开放，有概率获得国运装备，可前往各个主城区找装备回收官回收装备。论坛里说的是真的，这游戏真的能够装备回收，真的能够赚钱。没有犹豫，大量玩家第一时间齐刷刷的涌入藏宝棚这张新藏宝阁地图里面。充斥着密密麻麻的怪物，没有犹豫，直接开始。但很快，玩家们惨遭头痛击。1级星号面对这些69级的夺宝小贼，几乎是一口一个。而在玩家死亡的时候，所有人眼前立刻跳出一条提醒：你的等级太低，是否需要直升60级？如有需要，可前往商城购买道具直升丹，迅速升到60级。1颗直升丹，商城售价6块，价格不算贵，但也绝对不算便宜，让很多人都有些犹豫。不过，在大多数犹豫的玩家之中，自然也不会缺乏有勇气的玩家。玩家龙城飞少使用了直升丹，突然感觉灵光一闪，神灵眷顾，等级提升到了60级。玩家 SHSHSH 使用了直升丹，突然感觉灵光一闪，神灵眷顾，等级提升到了60级。每一个玩家使用直升丹都能够直接在系统公屏进行提醒，第一时间便吸引了大量玩家注意。使用了直升丹的玩家们，等级虽然有了，但无论是技能还是装备都不是很好。面对比他们高了9级的夺宝小怪，根本就不是对手。在他们面前又出现了新的提醒：你的战力太低，可前往商城购买直升大礼包，使用该礼包可获得全职业新手装备1套，祝你横扫乾坤。看到这条提醒，不少买了直升这个老六我真的直接服了，破口大骂了起来，因为这个直升大礼包商城竟然售价18块钱，能怎么办？6块钱都花了，大部分玩家只能硬着头皮吃买。很快，新的一波充值潮出现。第3次出击，原本能够轻松秒杀他们的夺宝小怪，在这此消彼长的情况下，终于不再那么喜欢。很快，便有玩家开始达成组队，并且重新开始对夺宝小贼发起攻击。终于，第一支队伍在经过足足10分钟的鏖战之后，终于解决了对手。当这只夺宝小贼伴随着一声惨叫倒地的时候，一件散发着金光的装备耀眼无比。一名最靠近的玩家鼠标快速点击，装备迅速拾取成功。玩家我叫山鸡，在剿灭夺宝小贼时，成功拾取极品装备国运头盔。该装备为可回收装备，可前往主城装备回收官处进行装备回收。值得一说的是，这名玩家还是论坛的活跃用户，甚至直接在论坛开始了直播。兄弟们好，我叫山鸡，大山的山。我捡到了国运装备了，给大家截图看看，看上去有木有的，可以回收，定价200，上面都有写。无数玩家参与讨论，有羡慕的，也有好奇者的，不过更多的人还是想要看看这件装备能否回收，还要填写银行卡信息、卡号、开户行、持卡人姓名。我已经填写完成了，现在装备已经消失了。很快，这名玩家在论坛文字加图片的直播下，在所有玩家面前完成了这件装备的回收。这么一等就是大概5分钟的样子，甚至不少玩家怀疑这玩意就是骗人的时候，这名玩家突然发来了一个网银转账的提醒。到账了，兄弟们，这装备真的可以回收，5分钟到账。大量原本还在驻足观望的玩家们开始疯了一样的朝着藏宝阁而去。只要出一件国运装备，那就意味着200块钱到手了。200块钱在这个人均工资就500-600块钱，200块钱几乎可以说是很多人小半个月的工资了。有人想到了爆率不高，但说实话，在这种时候根本人没在意这个，因为从第一件国运装备爆出之后，接二连三的就有越来越多的消息传来。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玩家发现国运传奇和其他私服的区别。这个服更好玩啊，玩家多，而且活动我都没有见过。原来好多装备都能够通过任务获得，就是有点困难。有工会一起吗？还有好多团队任务，这游戏有意思啊！感觉我24个小时一直玩游戏都可以。玩了这个服，我突然发现以前我玩的都什么妖魔鬼怪，这开游戏的会不会亏死了？讨论越来越多，特别是到次日中午的时候，热度更是迎来了一次大涨。当天晚上，
乔小磊刚刚登上企鹅号，爆了，爆了！老板，咱们的国运传奇已经彻底爆了。玩家情况怎么样？注册玩家数量现在已经突破了3万，同时在线玩家数量刚刚也已经突破了1万。装备回收支出情况怎么样？昨天晚上凌晨，我们只开放了3个服，今天中午开放了7个，每个服务器平均出了4件国运装备，但少部分把装备自己穿了。到目前为止，装备回收支出了7000左右。说到这，罗三炮兴奋了起来。虽然支出不少，可我们的收益却更高，咱们的总充值金额已经达到了15000多块。看着罗三炮发来的数据统计，乔小磊只是淡定的点点头。毕竟国运传奇目前还不支持网吧购买点卡或者电话卡的模式充值游戏，只接受网银充值，这无形中限制了很多充值玩家。你帮我联系几个发卡机构，要让我们的游戏开通点卡、电话卡充值，有办法吗？办法肯定有，不过大多比较黑，特别是我们这种来路不正的，扣点比较高。那就交给你去谈，压一个最低价出来。好，4日便联系到了一个发卡机构，能回收点卡、电话卡。谈好之后，乔小磊迅速给游戏来了一次更新。充值渠道更新后，效果非常明显，充值玩家的数量迅速飙升起来。游戏也增加了一个新的活动，每周2次的武道大会，玩家可以5个人组队报名参赛，前10名的团队都能获得不错的奖励，特别是第1名，直接便能获得1件国运仙品装备。5天后，乔小磊刚登上企鹅号，就看到这5天以来罗三炮不断发来的消息。老板，昨天晚上爆了，咱们的武道大会开放之后，玩家充值迅速飙升，很多人都直接选择强化装备，都为了参加武道大会拿个好成绩。现在选择装备回收的玩家越来越少了，甚至游戏里面的工会开始回收国运装备了。1件普通国运装备，游戏里面已经炒到300多了。老板，你真是天才！而国运传奇的充值金额累计突破了50万。转眼之间，1个月时间匆匆而过。国运传奇保持每1周进行1次小更新，2周进行1次大更新的模式，先后开放了装备强化以及宝石镶嵌2大版本，玩家氪金度再次明显增加。1个月的时间，国运传奇的玩家人数突破了8万大关，同时最高在线玩家人数突破2万大关。开服1个月，充值玩家总数累计突破6000，盈利超过180万。当这个数据被罗三炮统计出来的时候，这位法学硕士整个人当场就骂了。我想过游戏赚钱，但没想过游戏能够这么赚钱。不过老板，你给我5万干什么？我不是之前谈好的只有3万吗？3万底薪，2万奖金，算是你这段时间的辛苦费。现在后悔当初没要1成的收益了吗？后悔，肠子都悔青了。完了，要不然呢？我以为你会重新和我谈合作，毕竟你这段时间挺辛苦的。哈哈，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拿我该拿的那份。当初说好不要分红，只要底薪。法学最讲究的就是契约精神。这个回答倒是让乔小磊有些惊讶。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会很忙，我会提前把要准备的更新版本给你，其他事情你来负责。老板你就这么放心我？你的工资现在底薪涨到5万，奖金多少就看你的表现。老板放心，我肯定给你管得好好的。对了，老板，最近有好几个私服工作室都开始打听我们的消息，我怀疑他们要有动静了。如果他们再不没动静的话，那我才会真的吃惊了。哈哈，说的也是，咱们都霸榜1个月了，其他家私服的玩家数量都在锐减，现在肯定都心慌了。不过老板，你打算怎么应对？你觉得他们会做什么？抄袭跟风啊，我们送钱，他们也能送钱，甚至肯定会烧的比我们还多。那你觉得我们能做什么？和他们比，谁烧钱烧得多吗？那老板，你的意思是我们就这么看着？当然不是，你要有什么朋友缺钱，可以去他们的服务器赚钱去。哈，什么意思？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说完下线，罗三炮却更茫然了。乔小磊却只是一笑。国运传奇可不是说抄就能抄的。低下头，乔小磊继续开始忙活自己的事情。自己好歹是重生者，甚至如今存款破100万的重生者，结果还是逃不过写家庭作业的魔咒。另一边，同样有人盛世传奇是私服圈子内最大的一个私服品牌，而作为盛世传奇创始人的张盛世极其霸道，有什么服火包，他就索要高分红，允许对方挂上他盛世传奇的招牌，如果不愿意，那他就会用第2招抄袭。正是凭借着这2招，张盛世一路几乎可以算是躺着赚钱。
但最近盛世传奇的招牌开始不吃香了，玩家开始流失。一直到几天前，他才发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然是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国运传奇。他倒是联系过国运传奇，可对方的客服直接回了一个滚。盛哥，要我说，咱们就不用管这个什么国运传奇，估计就是哪个傻大款来烧钱玩的，要不了多久就垮了。是啊，哪有这么搞的？玩家打出装备来还能回收，这简直就是做慈善。这种服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到时候钱烧光了，自然就走了。到时候玩家还会回来。他重拍了个桌子，众人顿时全部闭嘴。你们到底有没有了解过这个国运传奇？到底有没有去游戏里面仔细看过了？这还没有吧？或者说，就是看一下他们的宣传广告，看一看他们游戏里面的公告，就算是了解了。我们众人面色涨红起来，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张胜是叹了口气，大家都已经养尊处优惯了，连这么明显的对手都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你来告诉他们，国运传奇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好的，盛哥，国运传奇目前基本上维持在20个服务器的样子，这意味着他们的玩家人数不低于5万，甚至可能更多。什么？众人一愣，都有些惊讶。这还只是保守估计，事实上可能更多，因为我发现他们游戏内的活跃玩家人数非常高，而且他们的玩家消费能力很强。我在几个服统计过，他们的收入每个月恐怕都至少6位数。听到这话，众人撇撇嘴。他们盛世传奇作为巨头，每个月充值获益都能够突破7位数。我们能够收益突破7位数，是因为我们有好几个神豪，甚至愿意充值数万数十万。但他们不一样，他们依靠的是充值玩家人数。虽然玩家充值的金额比不上我们，但他们100个人里面，恐怕差不多有10个人充值。什么？这下子众人总算明白不同寻常之处了。他们总收益这么高，是因为他们擅长当托，和游戏里面的神豪打架，刺激真实玩家消费。但真说起来，他们盛世传奇的充值占比玩家并不高，国运传奇充值玩家占比未免也太高了。所以你们现在还觉得这个国运传奇支持不了多久就会倒闭吗？哼，我一直告诉你们，不要把任何人当成傻子。当你把别人当成傻子的时候，其实傻子是你自己。盛哥，那接下来怎么办？跟他们要分红了吗？还要什么分红啊？咱们直接抢过来啊！他们装备可以回收，我们也可以回收。咱们毕竟有口碑和基础。我叫你们来，就是说这个事情的。我要你们立刻弄一款这样的游戏出来，装备回收又不是什么学不来的技术，我们也这么搞。不过在此之前，我要你们尽快查到这个国运传奇的情况，至少要知道对方实力如何。查不到，无论是资金流向还是 IP 地址都没办法查到，无法确定身份和对方资产，一点都查不到吗？其实也不是一无所获，我们花了钱从私服发布站那边找到了国运传奇制作人的企鹅号。就一个企鹅号有什么用？但这算是唯一的信息。张胜是打算添加好友，先伪装一下自己，探探对方的虚实，结果没想到，但没想到这个人1个月前找过自己。你算哪根葱？我的盛世传奇，你知道赚了多少钱了吗？还要你一个不知道哪冒出来的小角色建议，不要把任何人当成傻子。当你把别人当成傻子的时候，其实傻子是你自己。盛哥，咱们现在怎么办？张胜是突然想到，这个人肯定是没钱才找自己合作，那他绝对烧不起钱。既然如此，让我们的人立刻把他们的模式抄袭过来，不就是装备回收吗？我们也搞，而且比他们的回收价格更高。乔小磊，你好厉害呀！那么难的题都能解答出来。今晚去我家吃饭吧。乔小磊，我们做好朋友吧。我把你介绍给我妈妈。乔小磊，谢谢你给我买的发卡，我非常喜欢，我长大了一定嫁给你。你为什么懂得那么多啊？比老师还厉害呢。众星捧月之中的乔小磊慢悠悠走出校门口，在一众小女孩注视之下，乔小磊踏上高端节能座驾，扬长而去。磊哥，你太牛了，那么多女孩子都围着你转，你教我呗。我在班上只有兄弟。我不是告诉过你，这个年纪的小女孩都喜欢有点小坏的男孩吗？可我已经够坏了，我不光把我同桌的橡皮藏了，还把他作业本弄坏了。为什么他不仅不喜欢我，反而还告老师了？大概你命中注定的另一半还没出现那啥时候才能遇到啊？
大雪睡在你上铺的。怀疑你在骗我，但我没有证据。两人一路胡扯，石青松忽然指着远处的美食美客门，磊哥，好像饭店出事了。从之前老乔和张王两人绝交之后，这两人也消停了一阵。可后来见老乔生意好了，这两人也在隔壁开了个饭店，结果生意惨淡的，连房租费都赚不到。隔三差五总要找点麻烦，和美食美客发生过不少次口角。因为美食美客店里实在坐不下，所以在门口加了几张桌子。可没想到，隔壁的张富光竟然提一桶泔水上门，当时就被暴脾气的石科骂了。张富光不甘示弱，越吵越凶，甚至大打出手。美食美客的店员们来劝架，却没想到张王早有准备，叫了一群帮手过来，把美食美客都堵住了。要打起来了，磊哥你躲远点，我去帮忙。你会打架吗？当然会。你能一打几？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不会输了气势。幼稚，看好了，我教你一招，遇到谁都管用，分分钟把对方打得服服帖帖，咱们轻松躺赢。石青松顿时眼前一亮，难道磊哥还是个武林高手？你们别打我爸爸！随后乔小磊冲到了张富光身边，拳头朝着猛。张富光当时脸色刚提起巴掌，却突然发现乔小磊竟然整个人猛然倒飞了出去，紧接着这小子竟然捂着脑袋，副受伤颇重的样子，所有人吓了一跳，而张富光却懵逼了，正想要解释两句，就见刚停下的警车上跳下了2个身穿制服的警员，直接按住张富光。寻衅滋事，大家斗殴，还当着我们的面打孩子，统统抓回去。石青松目瞪口呆，所以这就是磊哥说的躺赢吗？我都没有打到他，是他自己摔倒的。你当我们瞎了吗？我们亲眼看见的，你还想要狡辩？先看这孩子怎么样了。儿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爸，我想吐，就好晕啊！愣着干什么？快上医院，坐我的车。很快，2名警员留下一人，另外一个则开车直接把乔小磊父子俩送到医院。问诊结束，医生当时就紧皱眉头。医生，怎么样了？我儿子是不是伤得很严重啊？现在还不好说，先做一做检查吧，主要是脑部的检查。什么？伤到脑袋了？初步鉴定结果是脑震荡。脑震荡严重吗？目前还不能确定，还要检查一下才知道，暂时先住院观察吧。说着，医生又拿出了一张伤情鉴定书出来，在上面写下轻伤。正在这时，张富光老婆来了，见到老乔就直接开骂：你个杀千刀的，你让人抓我们家老张，亏我们老张当年对你那么好，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告诉你，你现在就让人放了我们家老张，要不然我现在就和你拼命！你这个王八蛋！你是张富光的爱人？是啊，警官，你可千万不要被这个王八蛋给骗了。我们家老张……不用说那么多有的没的，你爱人张富光上门寻衅滋事，殴打儿童，现在受害人鉴定为轻伤，不就轻伤吗？鉴定轻伤，量刑3年以下。什么3年？警官，不用和我说，现在你们最好希望这个孩子伤势不要再加重了，而且想要减轻量刑，必须要得到受害人谅解才行。刚刚还气势汹汹的高翠兰，顿时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警员把乔小磊送到病房，又询问了一些老乔之前的情况，这才带着笔录离开。爸，儿子怎么样？是不是哪不舒服？爸，我有个事要给你说，你不能打我。好，你说。其实我是装的。说好的，你不能打我的。臭小子，你连老子都骗！不骗能怎么办？难道你不想彻底解决了张王两家吗？这你装病就能解决？当然，他们接下来肯定会想办法让我们和解。老爸，你让他们长个记性，疼怕了就不敢惹我们了。爸，我们老师说过一句话，打蛇要打7寸，对待敌人温柔，就是对自己残忍。张伯和王叔两家这段时间没少找我们的麻烦，而且一次比一次过分。你要让他们一次疼够了，疼怕了，他们才会彻底安分下来。可是这样做的话，你难道不怕下一次不是我装病，而是我真的出什么问题了吗？果然，这话一出，老乔眼神瞬间坚定了下来。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把问题给彻底解决了。经过足足3天的谈判，张富光一家除了负担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费用之外，还签下了一张10万块钱的欠条，这是私了的赔偿费。张家其实也还不上，以后见到老乔只能绕着走。这一次算是把这2家人给彻底解决了。走出医院，新鲜又自由的空气啊！正好迎面碰到了鼻青脸肿的石青松和他老爹石永春。青松还小，有什么话好好说，你看这都打成什么样子了。石青松顿时面露感激，但很快
又是一个亲切无比的大比兜。这小子就该打！昨天晚上半夜爬起来打游戏，我还以为遭贼了，没想到是这小子躲着玩游戏。那也不能打成这样啊！小孩子调皮点很正常。兄弟啊，这道理我也知道，所以我只是骂了他一顿，给了他一巴掌，让他滚去睡觉。结果这小子直接躺地上了，捂着脑袋就在地上滚。然后呢？老乔感觉有点不对劲，看了看自家儿。我寻思是不是下手下重了，大半夜火急火燎就送医院来了。结果专家检查了，屁事没有，而且他跟我说这小子是装病，这混账玩意也不知道在哪学的，竟然还想要讹老子。这老乔再次看向乔小磊，空气有些凝固。该打，确实该打，骗谁也不能骗自己爸爸，这种歪门邪道怎么能用自己人身上呢？兄弟对不住了，死道友不死贫道啊！还是小磊说的不错，学着点，还不如个小学生。轻松泪流满面，既然碰到了，父子俩干脆坐上了石永春的轿车。不是我说，老乔啊，你这点有口碑又有生意，一到饭店都排着长队。既然生意这么好，就要乘胜追击，把饭店生意扩大了才好。暂时还没想过这么远，毕竟这店才刚开起来。老弟啊，你也别怪老哥我多嘴，这年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个先机，就应该抓住机会把盘子做大。何况这年头不像以前那样讲究细水长流，得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就像以前的房子一样，谁能想到现在涨到这个价？现在有机会有能力，那就要大刀阔斧的干，犹犹豫豫，这年头可赚不到大钱。石永春一边开车一边随口说着。按理来说，石永春现在已经身家不菲，有这个思维，未来不至于杳无音讯才对。饭店到，轻松哥哥，你下午去同学家做作业吗？到时候能和你一起去吗？去，待会我就骑车来找你。过了一会，石青松就来找乔小磊出去。磊哥，真的被你说中了，现在好多传奇师傅都开始送钱了，而且一个比一个送的多。盛世传奇最有钱，一件装备就回收500块钱呢。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所有同学了，这2天大家都赚了点，有一个家伙运气好，3天赚了2000块了。虽然这些私服比起磊哥你的国运传奇来说一点都不好玩，但送钱都是真的一个比一个大方。前几天乔小磊突然给石青松一个消息，说其他私服会开放装备回收，让他想赚零花钱就去。石青松当下就带着一帮同学开始愉快的捡钱。现在几个大型的私服工作室都开始了烧钱大战。返回秘密基地，乔小磊照例看了一眼各个私服发布站，果然就见满屏的装备回收广告。回过头就见石青松正进入一个游戏。你哪来的挂机脚本？不愧是磊哥，挂机脚本都知道，这是我在论坛里面找到的，有个大神在里面分享了这东西。论坛分享？对呀，昨晚就是搞这个，被我老爹抓到了。这东西可以自动打怪升级，然后去打回收装备。说话的功夫，石青松已经熟练的连续登录了好几个账号，组成一队。乔小磊思索片刻，点开和罗三炮的聊天框。挂机脚本是你弄的？很快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老大，是不是很给力？我特意花了200块钱找人弄的，现在几个私服工作室都还不知道有这玩意儿。我检测过了，咱们的服用不了这玩意儿，其他服全能用。乔小磊想问一问，这家伙是不是真的是学法律的？说说现在的情况吧。老板，你太牛了，和你预料的一样，咱们的国运传奇现在已经稳坐神坛了。盛世传奇这边，废物，现在才发现这东西，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大的事，现在才知道。张盛世满脸愤怒，为了这场烧钱大战，盛世传奇下了血本，一口气拉了5个服出来，每天烧出海量的钱。结果意外发现自己的游戏里面竟然流通一种叫做自动刷钱的挂机脚本。对于玩家来说这是好东西，但对于张盛世来说，这简直是万恶之源，玩家的快乐都是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盛哥，这个软件难度不高，我们只要调整一下，增加几个步骤就能让这个脚本失效。我们现在就开始更新游戏，会立刻遏制这种情况的。废物，我不知道这玩意简单吗？我生气的是，你们竟然到现在才发现这玩意儿。众人急忙纷纷闭上嘴巴，生气也没用啊，损失已经造成了。说说现在情况吧。盛哥，经过我们对 IP 统计，我们的玩家数量目前已经突破10万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数据。而且乱战传奇就在刚刚已经宣布停服了，包括都督传奇和凤凰传奇，现在也都已经开始降低了装备回收的金额，显然也坚持不下去了。这场大战咱们就快赢了，马上就能够一统传奇私服圈了。10万玩家，以前我们最高峰值也就5万而已，
这么多玩家，里面的得多少土豪啊！咱们要赚大了，一旦统一私服圈，以后可就咱们说了算。10万玩家，就算是一人只充值100块钱，都是1000万了。张胜是心里总感觉忽略了什么东西。充值情况呢？充值情况目前不太理想，充值玩家占比只有2/1000，目前总计充值也就4万块钱，就这么点儿。没办法啊，胜哥，现在各家竞争剧烈，玩家波动比较大，很多玩家都不敢贸然充值，特别是有的服坚持了2天就停服，更是让玩家们不敢充值了。咱们盛世传奇算是好的，其他服更惨。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能缓解了，只要咱们一统私服圈，到时候玩家只能玩我们的。张胜氏总算是松了口气。国运传奇现在是什么情况了？胜哥，国运传奇都没必要关注了，他们甚至没参加这次的烧钱大战。对啊，这个服无论是知名度还是资金实力，对比我们都落后了一大截。他们还是和之前一样，无论是回收价格还是爆率都没有提高过。这个服现在估计都凉了。我之前去看过，他们服玩家数量明显下降了一大截，要不了多久就要停服了。他们已经不配成为我们的对手了。听着手下信心十足的回答，张胜氏那颗心终于彻底放松下来了。既然如此，那就大刀阔斧的向前冲吧。接下来的几天，私服大战进入了白热化状态。终于，就在张胜氏连房子都开始抵押出去的时候，对方终于撑不住了，退出棋局。当晚，张胜氏做了个梦，他梦见了自己的盛世传奇一统传奇私服圈，把盛达这个正版授权商都给收购，成为业界传奇。但就在他登上世界首富榜首，接受无数采访的时候，一个小孩子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对方只问了一个问题：做梦爽吗？我梦，把张胜氏当场惊出了一身冷汗。接下来的几天，这场噩梦竟然进入到了现实生活中，因为盛世传奇的充值率没有上去，甚至玩家数量开始下跌，而且一个更加惊悚的消息出现：国运传奇开新服了，而且连开10服。该死！你们不是说国运传奇已经半死不活了吗？你们不是说他早就被淘汰了吗？现在是怎么回事？国运传奇为什么会又开新服？为什么他们还没有停服倒闭？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而其他人此刻同样满脸茫然。说实话，如果不是张胜氏再次说起这个名字的话，他们甚至已经忘记了，他们从未正视过国运传奇。如果不是私服发布站那边给我消息，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甚至到现在你们都还没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什么？怎么可能？连开10服，这怎么可能做到？他们疯了吗？我们都还没赚到钱呢，他们怎么敢这么做？他们哪来的勇气？第一时间，众人炸开了锅。他们疯了吗？现在玩家都已经加入我们盛世传奇了，现在搞10个私服出来，是有什么毛病吗？难道他们以为玩家还会去玩他们的服？难道是他们的爆率更高？如果他们打算调高爆率的话，应该会直接写出来呀。可国运传奇无论是网站还是宣传上都没有写，这不合理啊！众人苦思冥想起来，一时间都有些摸不着头脑。能够一口气开10个服，不可能没有任何计划和准备，给我盯死了！张胜氏只能丢下这一句。众人走后，张胜氏依旧还在苦思冥想。想了想，他下载了国运传奇，他发现这游戏的区服依旧保持着10个服，这让他忍不住皱眉。难道这段时间国运传奇的玩家没有流失吗？这怎么可能？这样的疑惑，一直到国运传奇10个服一起开服的时候，彻底爆炸了。胜哥，咱们的活跃玩家在快速降低。昨天这个时间段，我们的同时在线的玩家数量甚至达到2万多，但现在连5000都没有。到底出什么事情了？怎么可能会这么断崖式下跌？而始作俑者就是国运传奇，因为他们新开的10个服竟然需要排队。怀着强烈的疑惑，张胜氏耐着心细慢慢排队，足足等了10分钟，终于挤进去了。刚出现在新手村，眼前的一幕就让张胜氏惊呆了下巴。新手村里面是密密麻麻的玩家，就凭画面就能让玩家这么火爆的，这些玩家疯了吗？怀着好奇，张胜氏点开了游戏商城。商城出售的商品有很多，装备道具、宝石、时装外观、宠物等分类，琳琅满目，数不胜数。没有装备出售，而且很多东西甚至就几块钱、几毛钱的价格，难道这就是制胜法宝？张胜氏不理解了，他的盛世传奇是直接售卖装备的，没有几百块钱，你都不好意思充钱。可国运传奇颠覆了他的理解范畴，更便宜了，但更复杂。
正在这时，一个组队邀请出现，刚加入就见队伍频道里已经聊得火热。人家满了，走吧走吧，快点去升级，今晚要开藏宝阁了，新区肯定都是抢这个，咱们速度快点。其实我打算用直升丸子的，想想没意思，兄弟们常玩吗？加好友一起。我也觉得直升丸子浪费钱，几个小时就能升上去，完全没必要买那个。张盛世点点头，这才是正常的吗？哪能是个人就能充值游戏？很快，一支队伍全部升到了60级，等级够了，大家买装备吧。这套新手装备还是必须要买的，要不然前期过渡有问题。好了，我买了。哈哈，我早就买好了，现在升级就能穿上。功成名就，你怎么回事？你不买吗？这群人疯了，6块钱的直升丸子舍不得，那套装备售价18块，说买就买。我第一次玩这游戏好不好玩还不知道。他可不想给竞争对手送钱。新手啊，国运还用想，这游戏充多少钱都不亏，好玩又有意思。虽然不充钱也能玩，但想要抢今晚的藏宝阁，最好还是充一下，要不然你只能去做任务搞一套最差的新手装备。如果不充钱的话，可以去做日常任务，7天就能毕业一套还不错的过渡装备了。现在还有时间，我们带你去搞一套装备吧。不充钱没有被人嘲笑，甚至还愿意带他去打装备，这让张盛世有种梦幻的感觉。张盛世连连道谢，随后问出自己的疑惑：你们都很有钱吗？18块钱不便宜啊，怎么说买就买？18块钱是不便宜，但这游戏想赚钱太简单了，打材料和道具卖给土豪都能赚钱。那也太累了吧。盛世传奇一件装备能够回收500呢。盛世传奇那什么鸡婆玩意，不充钱都玩不下去，要不是装备回收500块钱，而且爆率高能赚钱，我都玩不下去。那游戏就是垃圾，而且现在他们开始调低爆率了，没意思。电脑面前的张盛世嘴角一阵抽搐。说起盛世传奇，刚开始的时候简直就是捡钱啊！我在他们服赚了1500，回头就在国运里面充了500。那盛世传奇的傻逼知道我没钱，送钱给我玩游戏。超什么意思？用我的钱养我的竞争对手？那些开私服的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脑袋里面装了大便，要不然怎么会连抄都抄不好？我怀疑这些人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网络游戏，还天真的以为国运传奇的成功是因为装备回收。他们但凡多玩一玩这个游戏，也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张盛世陷入了空前的绝望和无助之中，他感觉自己一败涂地。当然，张盛世并没有放弃，他还是全力模仿国运传奇。他希望自己能够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输得那么彻底，但可惜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从国运传奇中防我者死。其实我也只是占了时代的便利而已。老板，你太谦虚了，光是上个月单月，我们盈利已经超过300万了。我从没见过哪个私服，或者说哪个游戏厂商同时做到赚钱和口碑。其实老板，你可以弄一个游戏公司，正儿八经做一款游戏，到时候肯定赚得更多。我确实有这个想法。真的吗？那老板，你弄好公司了吗？我需要一个帮手，做我的代理人。代理人？你是想要一个法律顾问？不仅仅只是法律顾问，我需要一个能够帮我处理琐事，同时我想进行一些投资，需要帮我搞定。你想要委托？差不多的意思，但我不仅是单一事件的委托，我需要的是一块 CPU。老板，你想要给我一份工作？确实有这个想法，不过可惜的是，你学的是刑法，而我需要的不是刑法。我觉得不应该局限于我的专业。我认为一块 CPU 的作用，并不是推测操作者的想法，而是将操作者的指令完成的漂亮。你似乎并不反感为我工作。我是个俗人，想要赚钱，过上轻松愉快的人生。而这几个月来，老板你给我发了近20万的工资，这是我此前不敢想象的。事实上你不提，等你打算放弃国运传奇的时候，我也希望能够跟你。罗三炮还是那么耿直，但事实上他是一个聪明人。国运传奇工资高，是因为你出力大，而且私服本身具有特殊性，正式工作的工资不可能那么高。这一点我理解，只要不是太低，我都希望能够跟你做事。这段时间以来，能看出来老板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这样的人物未来的成就绝对不低。行，我接下来需要你做的事情有3件。老板您指示。首先，国运传奇目前还能继续赚钱，待遇不会变动，奖金也不会少。第2件事，我需要你帮我注册一家公司。什么公司？游戏公司，以发行、制作、运营为主体的公司。资料我发给你，
这件事情全权委托给你。你需要注意的是，我需要的是全面许可。你出任首席法律顾问，同时暂时兼任总经理，薪资待遇暂时给你6000块1个月，奖金另算。6000块比起国运传奇的待遇可以说是腰斩，但罗三炮完全没有异议，因为这是真真正正阳光底下的工作。明白了，感谢老板给我这个机会。那第3件事呢？第3件事是额外委托，帮我开通证券账号，我会支付你一笔委托用金。你要炒股？当然，这个年代把钱放在银行里面睡觉是最错误的事情。敲定好，接下来就是合同了。老板，原来你叫乔建军啊，我第一次知道你的名字。咦，老板，这里面为什么还有一份产业赠与给你儿子乔小磊？我想要在乔小磊达到法定年龄之后，把这些产业全部无偿赠与给他，应该没问题吧？有一个小问题，合同里面说乔小磊可以行使最高权力，这意味着他哪怕未成年也可以直接管理公司和这些资产，你是认真的吗？当然，还有问题吗？不知道该不该问，你现在应该只有一个孩子吧？现在会不会太早了？万一将来你再生一个呢？再生一个关我屁事！开个玩笑，这些都是属于乔小雷的，将来他怎么做都由他自己决定。老板，为什么还有一份保密协议？保密协议不是很正常吗？是正常，但为什么连老板身份都要保密？工作需要。罗三炮有些奇怪，这工作需要，为什么连老板身份都要隐藏？很快，双方拟定好了电子档合，接下来签名之后，互相邮寄，就算是生效了。老板，很荣幸能够成为你的员工，将来这一天说不定能够载入史册。当看到乙方姓名那一栏时，乔小磊突然瞪大眼睛。你叫罗西洋？老板怎么了？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很不错？我想问一问，你们学校有多少叫这个名字的？应该没几个吧，反正我这个专业就我一个叫这个名字。我觉得你应该换个网名。那要换什么？法外狂徒张三。罗西洋的效率还不错，3天后便把证券开户定了。回到秘密基地，打开电脑，第一时间进入了证券公司的个人账户，账户里摆着600万。很快，乔小磊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目标，烟台万花，梭哈，600万全部投入。好在赶上这个风口了。刚回到店门口，乔小磊的脸上的笑容便僵住了。乔小磊，你怎么来这了？你爸呢？他刚才去学校接你放学了，说是要带你去新店认认门，你没遇到他吗？让乔小磊瞬间炸毛了。老乔同志并不知道乔小磊今早旷课，要不然得屁股开花。你小子，老子就在学校门口等着，你小子是会飞还是咋？这么快就到家了？不过被乔小磊蒙混了过去。很快，带着乔小磊坐上摩托车，直奔城东而去。在一个转角的位置，硕大的招牌格外显眼，每时每刻2分店。得亏了石永春的提议，让老乔动了心思。这段时间，老乔就一直在忙活分店的事情。之前的老店则是选拔出了一个靠谱的员工担任店长。这次带乔小磊来，目的就是为了炫耀他的新分店。怎么样，儿子，你老子厉害吧？这次咱们这个分店肯定能够大火。装修和一店风格一致，不过这次做足了开业宣传，毕竟当了几个月的老板。何况以每时每刻现在的知名度和口碑，分店一炮而红也正常。眨眼之间，新店开业1个月，乔小磊终于从无聊又枯燥的小学生生活中脱离了出来。因为期末考试要来了，这意味着乔小磊同学的1年级生涯将要结束，也意味着暑假即将到来。结果刚考完试出来，乔小磊又收到了一桩好消息。带消息来的是光里昂。乔叔叔，我的专辑发行了。因为作曲要署名，乔小磊一开始提交的是乔爸爸，结果被驳回，所以改成乔叔叔。到现在刚好发行了1周了，你猜猜现在卖了多少了？哈哈，3万张！公司的领导们，数据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呢。看得出来，对于光里昂来说，这个成绩出乎了他的预料。除了光里昂之外，还有宇宙唱片的张允杰发消息通知乔小磊3朵姐妹花组合新专辑将要发布，乔小磊也都回了得急溜。伴随着光里昂和3姐妹花组合的首张专辑取得的成功，乔叔叔这个名开普在乐坛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小角色，甚至每天都会出现大量添加好友的申请，都是找乔小磊约歌。面对铺天盖地的约歌，很抱歉，最近不想写歌了。抱歉，最近这段时间很忙，没时间写歌，没有灵感了，不想写了。不是飘了，只是当初在计划里写歌其实也是为了过渡一下，
赚个第一桶金而已。点开证券软件，看了看自己的买的股票，这玩意比起余额宝什么的还是差点，都看不出我每天赚多少钱。不过每天的涨幅应该也比我每天写歌赚钱了吧？这段时间国运传奇持续盈利，而乔小磊也是第一时间把钱全部放在股市之中。接下来的几天，乔小磊开始了暑假的痛苦时光。上学的时候，老乔同志看不到，可一旦放假，那就连呼吸都是痛。作业做完了，也不知道去店里帮忙。作业做完很了不起吗？看把你高兴的！现在开始每天写一篇作文。这天和往常一样，乔小磊正满脸紫色，思考今天写什么作文的时候，就听外面一道熟悉的旋律出现，探出脑袋往外一看，就见一群店员正靠坐在一起，歌声正是从复读机传来的。姐姐，你们在听什么歌？宝岛的一个新组合唱的歌，叫《少林英雄》，这可是我今天刚买的磁带，可好听了。我觉得这个《少林英雄》挺好听的，怎么这首歌被骂得这么凶？谁知道啊，这首算好的了，刚才那首学喵叫才是最惨的，都被骂死了。就我觉得还可以，恰录的也不错，活力十足，听了都想跟着跳起来了。今天看电视还看见有人嘲笑这3首歌，说是小学生水平。我才不管那些，反正我听着好听就够了，其他的不管。正打算开口询问，就见桌上摆着一份音乐杂志，封面上写着硕大的标题，吸引了乔小磊的目光。